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李波尔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可能从小就是一个胆小不自信的人，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男生，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纠缠了。我跟你在一起就感觉和一块木头一样，从没有体会到恋爱的乐趣。他现在要跟我分手，并且还不让我对他好，我觉得我应该有对他好的权利。我不需要你对我怎么样，我们在一起根本不合适，互相不打扰才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邹22岁，来自重庆学生；女嘉宾小丽23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两位是同学吗？不是，在同一个城市读书？没有，他在石家庄，我在保定。哦，还不在同一个城市读书，怎么认识的呢？就是网上。网上怎么认识的？打游戏还是？网上玩那个交友应用探探。啊，探到的是吧？对，然后挺有缘的，就感觉聊得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话题。聊了多久？聊了有半年。在网上？对，聊了半年，然后才确定就是网恋，咱们就网恋了又有半年。就是在网上谈了1年的恋爱。这是见过面吗？那会儿还没有。就一直文字聊天吗？后来就见面了，又有半年。哦，就是认识了有将近2年了。也就是说你们俩的恋爱是一直在网上的是吗？大部分，然后后来才奔现。哦，奔现啊，那你们自己界定一下，网恋了多久奔的现呢？网恋了有1年。网恋1年之后奔现了啊，奔现就是见面了是吧？哦，就回归到生活里了，是这意思吧？对，那不是挺好的吗？但是他在网上和在现实中根本就是2个人。这个怎么理解呢？他在网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无话不说，很有生气，很活泼，很可爱啊。但是到现实中，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不是那样子的，就死气沉沉，感觉很木讷。哦，就是当他面对你的时候不会说话了。对。可是他一上网，他就变成另外一个姑娘，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哦，是这样吗？还是他的感觉错了？是因为这样，我在网络上的时候，觉得没有人会看着我，我不会紧张。一到现实中，感觉很多双眼睛看着自己，比较有压力。比较有压力。然后我现在是在3个月前就给他说分手了。结果他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就又来保定找我，他在保定又没有认识的人啊，我不可能就落他一个人在保定不管他，但是我去接了他，我们就没话说，其实真的是很不想接他，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咱分手，就各自分开，不再打扰。哦，那你去找他是因为你不想跟他分手呢，还是说你想去保定玩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哦，你还是喜欢他的，所以你是不想分手的，对不对？对。好，我问问，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话多吗？不多。能回忆起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什么样吗？第一次见面是我去石家庄找他，我就之前就给他说，要不然咱们就约个时间见面。问了很久，他终于答应了，然后我就去石家庄找他，我们就约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我看照片是这个人，感觉聊天就不在一个频道的样子。我问什么他都支支吾吾的，那样子。我还有点怀疑是我太丑，他嫌弃看不上我，还是对我有啥意见。然后我问他学习的、生活的这些事情，他就支支吾吾，回答最多就是还好吧，还行我感觉挺尴尬的，就感觉第一次见面就很冷。不是说明人家姑娘害羞吗？我回去之后我也问他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尴尬这么冷，他说第一次有点生，有点害羞。你看。对，但是到后来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发现他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现中约会他来保定，我问他
啊，想怎么玩？他说看你啊，我就说要不然咱去看电影吧。他说都行啊，那我再问他，我要尊重他的意见嘛，我就问他你想看什么？他说你说了算啊。我当时就很纳闷，谈恋爱不是2个人的事吗？咱们的交流呢？是这样吗？他说的夸张吗？不夸张，是这样。哦，是这样。是。而且有些男生可能还觉得挺温柔的呢，不是挺听话的吗？可是我感觉就很木呢，就像说男生可能就像榆木疙瘩，没有生气，我很不习惯。哦，那你希望怎么样呢？我喜欢的是他在网上那个活泼可爱，什么都能跟我聊，有很多的共同话题，而不是我求着他给我交流。就在网上聊得特嗨是吗？对。喜欢他？喜欢。见面害怕他？对，就是比较害羞，不太敢说话的那种。不是，这有什么？你男朋友你有什么不敢说话的呢？就是感觉别人看着自己说话，心里会有压力。有压力？对。不，你跟其他人也这样吗？是，就是从小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性格变成了这样子。哦，想过办法吗？想过，我给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说他给他时间，给他机会改。我给过时间，给过机会了，但我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任何的改变。我不知道他的做出改变的努力在哪儿。我尝试过的，连牵他的手，他一下子就缩回去了。是我这个人比较传统，觉得在公众场合就不要有什么亲密的行为了。哦，那私底下你牵过他手吗？没有。就你们俩现在奔现1年没牵过手，是这意思吗？对。今天你来干嘛，姑娘？今天我就是想挽回他。想挽回他？我愿意为了他去做改变，但是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你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老师哈，其实也有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什么的。你跟那些老师聊过这些事儿吗？没有。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确实是问题。是问题。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浪漫的时候？有过吗？他生日的时候，我有想过就是来一点惊喜，就调整一下咱们之间那种氛围、情绪啊。我就想，我弄了一个零食盒子，很多零食，下边给他买了2支口红。我就想他吃零食吃着或者翻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惊喜。但是我给他准备了之后送给他，他就看了一下零食，说了一下谢谢，就没有下文了。我感觉我的精心准备就不是。你当时幻想的是哪一幕？你先告诉他。我幻想的是，他就扒拉几下，看到有个盒子，他会很高兴，然后有一点情绪，就很高兴、很快乐，然后说不定还会就是激动的，就是拥抱一下我这样子。但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所以你觉得还不如在网上跟他聊天快乐是吧？对。然后你就跟他提出分手。是的。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也是网恋吗？是。你都是在网上谈的恋爱是吗？是。现实生活当中就他一个男朋友是吗？对。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你跟别人交往有压力？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了。上小学就开始了？对。我现在是想分，但是他不想分，他还说喜欢我就是希望你们能给点建议。所以实际上面就是男生会感觉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只要一跟女生见面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你不认识的女孩，对吧？他紧张，他羞涩，他不会表达情绪，是这意思吗？对。而当他到了网上之后，他就变成了乐观开朗、善于言谈的一个女性，是这样吗？对，网上那个是我喜欢的，到下边就完全不认识，很陌生。这可麻烦了啊！喜欢他，对不对？对。特别喜欢他。是。那干嘛不跟他交流呢？我也想为了他去改这些但是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改过来你会紧张是吗？是有些。是好吧，听听这个老师们是怎么看待的，有没有好的建议给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这个
10个网恋，9个惨。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恋奔现的，他们走进了幸福的婚姻殿堂，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对吗？对。男孩一直想要一个活泼开朗的、不那么木讷的、青春洋溢的女孩做女朋友。那你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不就完了吗？你撩拨他干嘛呢？就是感觉挺有缘，聊得很有缘分。然后现在怎么办？你告诉我。如果我们要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幸福和婚姻，一切都要回归到现实。你看到他的那个样子是你想要的，你就继续的和他交往。如果不是，比如今天，我也希望你勇敢的、直面的告诉这个女孩，爱情就是这样，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大方的、坦白的、真诚的告诉她，你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我来跟女孩说2句，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朋友吗？只有那么1、2个。你和他们交流多吗？跟他们交流还算可以吧。你其实在网络上谈恋爱，除了他以外，之前还交过其他的男朋友。在网络上，是因为你在网络上可以自由的扮演成你想要的样子，对不对？对。那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你，你是不是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现实当中的样子？是不喜欢。所以你在扮演。可是他们喜欢的也是你在网络上的那个样子。所以给到你的建议就是，你要多多的走进人群，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社会、有家人、有朋友，将来你也会有爱人的环境当中。我其实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扮演任何人，只要打开心扉，做你自己就好了。在我看来，你温柔、善良、内敛、矜持，这全部都是一个女孩子最宝贵的品质。一定会有那样一个男孩喜欢这样的你，爱上这样的你，愿意一辈子保护这样的你，好吗？好。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你们是网恋认识的，所以你可能放得下手机，但是放不下他。但你今天一定得跟自己说，这一段可能就是这样。我知道网恋奔现有那么一刻是非常幸福的，就是我终于可以有温度的拥抱你。但是你们2个这个拥抱，要么高热，要么冰凉，不是那么的合适。所以我希望女孩可以早日的认识真正的你，找到真正爱你的他。祝你们各自安好，谢谢。现在能看到一点，就是男生已经彻底奔现了，女生还在线上。他没有完全的奔现，因为他一直还沉浸在他在线上的那个他。所以呢，男生希望的是手牵手1步2步3步4步望着天，而女生呢，更多的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所以其实2个人的这个天就不对，你知道吗？一个是晴天，一个是阴天，主要2个人要找一找这种平衡点，怎么样能够你奔现也别奔得太开了，怎么样你能线上也走到线下来？更多的我觉得2个人还是先回归线上的交流，慢慢的再梳理一下情绪，有时间咱在线下见吧。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先在一开始的时候点出来一下啊，姑娘，我不是专业的心理老师，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你有社交恐惧症，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心理机构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现在非常普遍，我们很多人都有心理疾病，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它，不愿意去直视它。
我今天不想说劝你们和好或者怎么样，我只想劝劝你怎么忘了他。我们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你跟他每天日复一日的在网上这样的聊天，他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吃早饭、午饭、晚饭一样，因为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接受不了你的，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让自己要戒掉这种习惯，戒掉自己对他的喜欢，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上升到爱的层面，只是好感。为什么？爱是一定要经历一些事情，经历打磨，两个人在一起共历风雨的。所以你只是好感和习惯，你要坚信这一点，好吗？好。男生，我觉得你有一点我想要说的是，拒绝就要决绝的拒绝，坚决不要给对方留下任何的隐患和幻想。你不能说，哎呦，我害怕你怎么怎么样，我害怕伤害你，害怕你一个小姑娘怎么怎么样，然后就给他希望。你给他希望是在害他，你给他希望是在让他欲罢不能，离不开你。因为你也在适应这种习惯，你在网上你也得到了呀，他给你在网上那种快乐，但是现实生活中他无法给你，然后你就说我不要，我只要网上那样，你变成网上那样，怎么可能？什么都是你得，对不对？对。所以你有很大的责任，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看的皮囊千变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你特别独特，至少在现在，在有一些女孩太大胆、太直接的这种情势之下，你很特别。我特别喜欢你的特别。我觉得慢慢的打开一个怯怯的小女孩的心声，慢慢的走入她内心深处，慢慢的去了解她，这本身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孩。刚才有一个老师形容你说你内敛，内敛是什么意思？内敛是外表上矜持，其实内心情感很丰富。你在网上有那么多话要说，说明你内心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只是因为过去的某一种经历，使得你当着面你说不出来，或许1年的时间还不够长，也许别说1年了，也许1个星期很多人就能够牵手走在一起，甚至于半天就可以说出我爱你，但那样的爱情太肤浅，而对于你来说需要长时间的打开你的心扉。但是这个男生他没有这样的耐心，他是属于普通人的范畴，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坚持去走入你内心深处。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第一，你并不喜欢他，只是目前你比较熟悉的一个异性，你并不爱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他早就把你点燃了，你跟他只是普通朋友而已。而对于男生来说，你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大山，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成熟去走入他内心深处。你跟很多普通的年轻人是一样的，你需要强烈的互动，你需要有话语的交流，所以你很清楚你根本不适合他，你打不开他的嘴，也撬不开他的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贪恋一个女生对你的痴迷，你就干脆走。你要知道，如果你要跟他时间相处再长一点的话，那你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拔不出来了。明不明白？所以今天别出来啊！女生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愿意耐着性子慢慢的把你打开。对于懂得欣赏你的人来说，那也是一种愉悦。说歌词是吧？他们俩就像那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就这样。我可能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有2位老师都说男生觉得他犹犹豫豫的，为什么你还这样？你还吊着这个女生？如果是我，其实我大概跟他的心理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我会觉得
他能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应对另外一些麻烦吗？是出于这个考虑的，对吧？可能会这么去想，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了。男生今天带他来这儿，我觉得有一点好，当我解决不了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我觉得男生的方式很对，我求助。你是用一个节目的力量，我来求助要解决这段关系。女生也需要求助，就到底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有打开你的心房，还是说我们确实有一些小问题，有专业人士去帮助你一下，其实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千万不要拒绝，千万不要拒绝，否则其实挺痛苦的。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这个心理的问题其实蛮影响一个人的。我心梗之后，我一直觉得我没事儿，其实我恢复也就梗完也就1个月，我就开始恢复工作了。但是我自己到今天回过头去一看，我才发现原来我那个心梗影响了我2年多，就一直在影响着我。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它会对你带来很多影响，因为想太多的事情确实影响。大概就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啊，我才缓过来，就是我才从心理上面接受了梗的这件事儿，我才缓过来，我才慢慢开始恢复。我其实不知道的，我那会儿还不如真是我找个心理医生，找一个好朋友跟他聊聊，可能我早就好了。所以你看有什么好怕？没什么好怕的。这段爱情先放在这儿，找个老师，如果老师说姑娘你没事儿，你是特别的 OK 了，你就等那个你的真命天子来你的生命里。如果有个老师说姑娘我需要帮助你，我们做一些互动，你就去跟他做互动，就会好，好吗？好。男生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那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生活里我能力所及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自己做，我真的能力不所及的时候我就要求助。我觉得求助是一个特别良好的心态，我们要学会在生活里面去示弱，没有什么。祝你们都开心啊！女生，我相信你会有特别特别幸福的一段未来，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啊！加油加油加油！其实第一次跟你说分手的时候，我真的想了很多了，想了很久。确实你的性格在现实中的性格我真的没办法喜欢，我想要的是那个能够和我一起走很久很久，我们性格很搭的，有很多共同话题的那个人。但是你不是，你太脆弱。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也不想轻易的放弃，也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下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份喜欢放在心里。好，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谢谢。来，请关门。来，看这一对的选择，请开门。来，姑娘。失望啊！还有更值得你等待和期待的人，以后别去保定找他了，好不好？好，不去了。我觉得老师们说的特对，你有特别独特和特别可爱的地方，如果你能够再有一些小变化的话，我觉得会更棒。加油好不好？谢谢你啊，加油，请回请回请回。谢谢。我其实特别希望女生的爸爸妈妈能看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哈，了解一下这个女儿的一个情感的这个现状。面对这么一个
情感和情绪走内的女生来说，其实她需要的是周边朋友更多的关怀，帮助她打开她的心扉和心房。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在一起2年多了，他从来就没有哄过我，凭什么别人家的女朋友都是小公主，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他就是无理取闹，2年跟我分手15次，我已经看不到走下去的希望了。我就是希望他能哄哄我，可是他每次都这样，让我一个人离开。我就是不能惯他这毛病，现在这样他还一点长进都没有，动不动就以分手做要挟，他压根儿就没把谈恋爱当回事儿。现在他开始和别的女人聊暧昧了，我就想知道这次他是能和我一起好好的走下去，还是我们来一次彻底的分手。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王，24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佳佳，21岁，来自河北无业。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谈了2年恋爱了是吧？对，差不多。这个怎么认识的？当时？当时是我正好一个朋友同学聚会，然后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正好当时我那朋友没空接他嘛，然后我就去接的他啊，后来就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在一起了啊。这段时间有多长啊？过了一段时间，1个月左右。哦，2年谈下来谈得愉快吗？开心吗？这2年。就是一点都不愉快哦，一点都不愉快。主持人，我跟你说，我们2个在一起已经2年了啊，但是就是我们2年之间竟然分手了10几次了。10几次啊？对。啊，10几次？15次。15次？对。我这为什么啊？就是每一次吵架他都不知道哄我啊。24个月分手15次，2个月1次啊。就是每次都把我自己晾那1、2个月，等我气儿消了，然后才知道过来哄我。哦，谁提分手呢？每次都是他提的。你提了15次分手？那我每次提分手，不也就是想让他哄哄我吗？可他就是不。就前几天，我翻他手机，发现他跟别的女孩聊天聊暧昧啊。我就想问你，你这次我跟别的女孩聊天，就是当时我们2个已经是分手了，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怎么能是分手呢？那根本就不是真的分手嘛。那之前不都分开一段时间又会和好的呀？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分手啊，就是既然你提了，就没有必要再纠结这些。那你的意思就是这次想跟我来真的呗？你就是真的想跟我分手？你到底还爱不爱我？我也不是不爱你了，就每一次咱俩吵架的时候，你都跟我提分手，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到现在你有一点长进吗？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分手，不就是说说嘛，又没真的分手。别，这个有点乱啊，有点晕呐啊！你们谁还能回忆起来？就是你们这15次分手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咱一点一点的说，好不好？就有一次，就是他毕业1年多了，一直都没找工作啊。就我说，要不你找个工作，你找了吗？那我就感觉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我自己做兼职礼仪，我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你非让我去你那儿上班，去你那儿上班，我就什么都得听你的。我当时工作都给他找好了，那你就是不去。那我到那儿你又什么都得管着我，我都这样就是一小文员，也没什么累的啊。但是当时就跟我说不去，就是死活不去。就是咱们就算以后结婚了，就是说起来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就总比说就是你干礼仪怎么样，这样就说出去也是有点不太好啊。干礼仪又不丢人，那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嫌弃我了呗？那你至于因为这点事就跟我提分手吗？哦，就是因为一个要干礼仪，一个希望他去做文员，就这点事儿就分手，是这么个意思吗？对，不是，还就是有一次是的，就是哦，又说另一次了是吧？这次就过了啊，过，另一次是怎么了？另一次就是我叫他看电影嘛，他刚出差回来啊，然后呢，
我本来就是等了他好多天，然后那个电影正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就叫他去看，结果他倒好，一进电影院就垂头丧脸的，就甩脸子给我看嘛。我当时刚出差回来，但是他叫我去看电影，我不也去了吗？那我去没去啊？我肯定是去了。那去了就说明我是在乎你的呀。那你然后到那儿就开始说啊，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就是跟我看电影，就是这么让你难受。我说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又跟我吵，但是又分手了。那电影看了吗？电影后来他直接就走了。哦，这电影也没看成。电影没看成，然后就说分手。对，这个还很厉害啊。就是他每一次吵架都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各种小事儿，就小到就例如说晚上就是我们两个聊着天聊着，就是那个我睡着了，我没跟他说就晚安之类的，第二天就火了，就不行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发晚安啊？就是微信没发晚安，你也会分手，是这意思吗？我给他发了，他就没给我回，你为什么不给我回呀？你不应该回吗？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纯是无理取闹。然后这个你们这种分手之后一般会怎么解决呢？就是一开始我是会哄他的啊，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哄不好他，就是每次哄完之后就变本加厉的，就愈演愈烈，根本哄不好。然后后来我就是有一次我生气，然后晾了他一段时间，然后回来我就找他吃顿饭，哎，和好了。晾了多久？晾了大概1个多月。然后找他吃顿饭，你说和好了，然后就和好了，就和好了。对，所以以后都是这样是吧？后来我发现这个办法挺管用的。哦，就是反正他一说分手你就晾他，对，晾他1、2个月你再去找他，对。怎么管用啊？那你就不能哄哄我吗？那你就不能当时就哄哄我？我真的是哄够你了。你怎么哄够我了？你还想让我怎么哄你啊？你哄够我吗？就我觉得他对我的要求，你就说你有没有哄过我吧？他不哄你，你不是也跟他和好了吗？所以他干嘛哄你的，姑娘？你说说看，是不是？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他再这样了嘛。不想再哪样啊？你当时就哄哄我不就行了？就是而且主持人他这个矫情劲儿，我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就像我们两个一块出去吃饭，我没给他拉椅子，就因为这种事儿，他都能跟我吵一架。那你不应该给我拉呀。然后说我没有绅士风度，我说有必要这样吗？那人家出去吃饭，别的男生都给女生拉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拉呀？你看到哪些男生在餐厅里面在不停的拉椅子了？除了这个电影里面。反正我就想让他给我拉，那他就给我拉一下就行嘛，他就不，后来他就不拉就不拉呗。他更过分，他就自己从那儿坐着点菜自己吃，就不管我了，我就在那儿站着。后来我就走了呀。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当时说了，我说你坐下吧，我下次再给你拉，行吧？那能一样吗？这次是这次，不行下次是下次。那你今天吃饭了，明天就别吃了呗。哎呦，就因为这个分手啊？吃没吃饭啊？当时我没吃，我就走了。他就走了。哦，就没给你拉椅子，你就走了？这还不够生气吗？所以你又被晾了1个月是吗？又被晾了1个月。对。所以他们俩没谈几天恋爱啊，他们俩好像基本就是一闹矛盾就分开，分开以后就晾1个月，晾1个月就好了是吧？一开始就好过那么2个月之后，就基本上就总是因为这点事情。哦，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分手理由吗？就你讲一个再。还有一个特别狗血的啊，特别狗血的啊，我们听一个狗血的，就是在我朋友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啊。就我们2个就是跟我们朋友一块出去玩，当时天挺热的嘛，我就买了点雪糕，然后我随手递了他一块，当时就火了。为啥？那我当时肚子疼，你看不出来呀？他还让我吃雪糕，你是嫌我疼的不够是吗？我那么多朋友在那块儿，一点面子不给我，当场冰棍一摔，直接人就走了。那你不觉得你过分吗？那我还觉得你不善解人意呢。那你有为我考虑过吗？所以我特好奇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分呢？就这次分了。因为他喜欢我。啊？你回答了，他说因为你喜欢他，是你喜欢他吗？我觉得他现在对于我定义不是那么准确了。
这段感情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次你是要真来分手的是吗？这次是他找我来的。你找人来干嘛呀？我就是想让他以后，比如说吵架什么的，他能不是，你先给我哄确定一下，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好不好？谁来确定？我们俩现在就是恋爱关系啊。情侣关系是这意思吧？对你觉得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现在分手了。哦，所以女生是来求复合的，对吧？别要面子了，说实话。这就算是吧。啊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算是真的分手。哦，你们这次为什么分手啊？分了多久啊？我吃饭的时候他看我手机，啊，就是我们两个一块吃饭，我上个厕所回来他就看我手机，然后呢正好让我看见，啊，然后又因为这事儿跟我吵一架。那我看见他手机里边和别的女生聊天，我们俩现在根本就不算真的分手，他就在这个期间和别的女生聊暧昧。不，等等，现在有点乱啊！你们俩现在男生认为是分手关系，是这意思吧？女生认为你们现在不属于分手呢，是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以前这段时间分手都不说以前，这段时间有多长？哎呦1个月吧。有1个月彼此没见了，是这意思吗？啊，然后呢？之前有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分手嘛。啊，最后一次分手。最后一次分手，当时他又出一个活动啊，他让我去接他，我当时正跟朋友在一块儿呢。嗯。那你不应该接我吗？那么你听他把晚了。话说完，然后你再说你的道理啊。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呢，那我喝酒我能开车去接他。哎，那主持人你听听，他跟他朋友喝酒，他都不来接我，有这样当男朋友的吗？是啊，你正在喝酒，他让你去接他，你没接他，我没接他。然后谁说分手的？他提的。你就提了分手了，是不是你提的？是我提的。是你提的，这就是最近一次分手。就是但凡每次吵架都以分手来当要挟。行，等于这次你下定决心要分了，是吧？对。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暧昧短信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当时他看我手机的时候啊。怎么就到当时了呢？那会儿不是分手了吗？后来又见面了，是这意思吗？对。就是我约他吃了个饭。哦，你又约人家吃饭。对呀。男生就认为这次的就算真的分手了，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女生觉得没分，你又约人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看他的手机，发现他跟其他的女生在聊天，你觉得是他跟别人搞暧昧，你觉得是已经分手了，是这意思吗？对。所以女生今天来我们这儿是为了要挽留他的，我理解的对吗？别要面子了，对吧？男生是来跟他彻底分手的，对吗？真的是太累了。行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2年15次的分手，女生说我还让你回来，男生说对不起，我不玩了。佳佳，你告诉我“分手”2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分手就是想让他哄哄我嘛，就是你告诉我“分手”这2个字在你理解起来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刚才整场都被你们俩说晕了。我特意去现代汉语词典里面查了这2个字的意思：别离、分开，引申意义为断绝关系。造句：既然分手了，就别藕断丝连。这是分手2个字的现代汉语意义，也是我们普通人思维当中它的意义。但是在你们2个这儿呢，跟闹着玩似的，就像俩人定了个闹钟，每2个月响一次，到时候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就分手了。这内容我听起来都好笑，还没说晚安要分手，没挪椅子要分手，没来接我要分手，没有要分手，有也要分手，怎么样？有给我买根雪糕也要分手。所以其实你们对待分手，对待感情根本就不认真。刚才赵川老师问说，你觉得那你提了那么多次分手，他为什么没跟你分手啊？你说因为他喜欢我，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一直跟他提分手，所以他没有跟你提分手。
他觉得这是个游戏，好玩儿。不然的话，第3次你提分手的时候，他就跟你提分手了。可是他觉得，哎，这事儿真有意思哈，以前没玩过。你们俩人，你一提分手，他就等1个月以后请你吃顿饭，哎，和好如初。他为什么不哄你？因为你不用哄啊。然后这顿饭就是那个重启按钮，下一局游戏开始，一直到玩到第15局的时候，男生觉得没意思了。你以为会重启下一局，你又约他吃饭了，结果人对面关机。所以女孩，你不管你再怎么作，今天再怎么闹，在他那儿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你们要么想招开启一个新的游戏，要么他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游戏。所以对待感情要认认真真，面对未来要踏踏实实。祝你们各自安好，谢谢。刚才2位啊，在这个唇枪舌剑之中啊，我特别想到了一个电影的经典画面。如果刚才把2位的声音给关掉的话，女生就是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男生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你就是冷酷，就是无情，就是无理取闹。真的是一段经典的这种就是电影对话。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女生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无理取闹的。因为什么呢？分手这2个字千万不要轻易说出口，因为说多了，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在男人的心中种下一个根，你想把它拔出来很难。但是还是希望2位真的是冷静的考虑一下啊，如果男生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的话，那就果断一点，可能分手对女孩来讲也是一种成长。女生啊，小作怡情，大作伤身。我觉得你应该懂得，或者说应该学会什么叫爱。这个爱分为如何自爱和如何去爱别人。你觉得一次一次的分手是为了求关注，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分手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不用买票随便出入公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来去自由。你跟我说分手，正好给我1个月自由的时光，我愿意怎么玩怎么玩。哎，你还管不着我，最后你来说你怎么跟别的女人搞暧昧？你凭什么管我？我们不是分手了吗？你给自己挖坑啊！你这是把自己看不起呀，也让别人看不起你，你还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的姿态去讨伐他，对不对？所以你干嘛呢？最后吃亏的是不是你自己？你如果爱他的话，不拉椅子怎么了？不来接你怎么了？给你递根雪糕，你说对不起，我肚子疼，我想喝热水，你帮我倒一杯，不就完事儿了吗？你活得太电视剧了，你把自己当成了电视剧里面那个小公主，需要让所有人疼你爱你，然后你把自己当成了太阳，要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把自己当太阳，你就要有温暖别人的力量，你才有资格成为太阳。男生，你也真的是啊，这1个月中间来去自由，过得挺舒坦哈。跟我说分手了，我啪有一个备胎等着呢，然后哎这面情绪好了，我再回来找你。你太把这段感情当儿戏了，你太不尊重他了，你太没有把他当回事儿了，也就是这女孩傻。真的，分手是多么郑重其事，多么伤人的2个字儿，在你们2个人2年当中居然能说15次。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仪式感是什么？我们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时间节点对我们的人生意义都不同，这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这么郑重、这么需要仪式感的2个字儿，你们2个人当儿戏，那所以这段感情也就是儿戏。所以无所谓，你们今天愿意和好就和好，愿意分手就分手，祝你们幸福，谢谢。第一次说分手，让人感觉到伤感，
第二次再说就觉得可惜，到第3次就无所谓，再说下去就让人厌恶。你老玩这种戏码干什么？有意义吗？你太自以为是自己是别人的大宝贝儿，别人根本不这么想。分手2个字一旦要说出来，那是斩钉截铁的。怎么在你嘴巴里面蹦出来就这么容易？一个女人如果要靠一个男人的恩宠来过日子，那怎么过都是花架子。那最讨厌女人总是说，那你哄一哄我嘛，那你哄一哄，你是猫啊，我给你一堆猫粮你就好啦。那你的感情也太廉价了。莎娜说你不自爱，说的特别的准确。不自爱并不代表说一个人一定要做出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就不自爱。反反复复，反复无常，靠别人的所谓的尊重的目光来捡取自己的自尊，这其实也是不自爱。你自己在哪儿呢？而对于男生来说，他这样反反复复的玩，你也就跟着他一起玩，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就一个人反反复复这么跳来跳去，分手来分手去，你在旁边作为一个观众，你好像已经麻木不仁了。你也没有多爱他，你像看笑话一样。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之间的恋爱就像某种模式的游戏，自己玩得非常的嗨，但其实最初的那一点点好感就在这反复无常的分手和玩闹当中一点点打磨掉了。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去捡回自己的自尊，好吗？就这样。所以你会突然发现，面对一段感情，如果真的不好，真的不合适，郑重的、负责任的说出分手，也是值得大家尊重的，因为那是你真的对感情认真了。所以我想，反正这段感情你们已经嬉闹了2年了，就不要再嬉闹下去。女生，对于这段感情你从来没有在意过，你在意的不过是自己能不能做公主的感受。男生，游戏已经玩累了，既然你想玩新游戏了，今天你们就给这段2年15次分手的极不负责任的爱情来一个负责任的告别礼。你们认真的说一次分手，这样你们可以负责任的开启下一段感情。希望你们真的负责任，好吧？时间留给你们。你这次就是真的想和我分手了，对吗？从我们刚开始，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挺喜欢你的。那时候刚见你第一面，我觉得这就是一见钟情。但是你呢？你一次次的消磨我的耐心。分手这2个词儿在你嘴里说出来特别容易，但是你每一次说完之后，我都会感觉特别难受。那其实你明明也知道我说分手的意思，可是你就是每次还是这样吗？可能我在你心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吧？我真的是累了，你再让我好好想想吧。我以后也会改的，我以后也会改。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请开门。来，姑娘。他做了选择，所以你想跟他说的是？我也尊重他的选择，我就是觉得他太傻了。我这次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要改了，那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我以后会改得更好的，但愿他别后悔吧。好，谢谢，请回。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别纠缠。这姑娘愣说了一句：“你好傻，这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她那意思是她以后不再轻易的说分手了，你应该原谅我。可是你真的没有认真听老师们说的话，老师们说的并不在于你反复提出分手，而是你对于感情的态度。好吧，祝你们通过这期节目可以成长，祝分手快乐，祝有责任的分手快乐。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好了2年多了，但是我们这期间一直分分合合。他好的时候特别好，但是凶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凶，每次吵架从来不哄我。我现在觉得分手舍不得，不分手不值得，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舍不得代表着你的不甘心和念旧情，不值得的潜台词就是你觉得自己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所以你衡量一下，在你的内心到底是舍不得大于不值得，还是不值得大于舍不得呢？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